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欢迎回到老李财局，穿透财局，照见趋势。上集咱们把全球算力这盘棋的三类芯片，还有英伟达跟 AMD 跟云厂 ASIC 的巨头博弈掰开揉碎讲透了。这下集老李带大家干三件事。第一，回到咱们自己来看一看，国产算力尤其是华为被封锁逼着突围到底打到哪一步了。第二，往前看未来，算力会往哪走？是训练还是推理？会不会被新范式颠覆？第三，落到盘面和交易，把代表标的分门别类，聊聊不同周期怎么看。话不多说，接着上集咱们往下分析。先补上那条最特殊的挑战线，它不是商业竞争，而是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逼出来的。美国一轮轮收紧高端 AI 芯片的对华出口，等于把中国往英伟达的生态外边推。那唯一的活路就是咬牙建一套自己的独立的算力生态。国产算力这2年起得很快。老李客观说2句话，方向是对的，进展是真的。但跟最顶尖比，也还有实打实的代差。这2句都得讲，既不妄自菲薄，也不盲目乐观。先说国内龙头华为，它没上市， A 股科创板都买不到，但讲国产算力绕不开它。论体量和完整度，华为是国产算力当之无愧的头号玩家。华为的 AI 芯片叫升腾，当前主力是升腾 910C， 采用双带封装，单颗 BF16， 算力约752万亿次，配 128GB 的 HBM 高带宽内存。但华为真正的打法不是拿单颗去硬刚英伟达，而是用超节点把一大堆芯片高效连起来， Cloud Matrix 384超节点，把384颗升腾 910C 加上192颗鲲鹏 CPU， 用全光互联连成一台超级机器，整体算力做到约300个 PFLOPS， 在系统层面已经能对标英伟达同代的机柜。单颗追不上，就用更多颗加更狠的互联补上，这是华为很务实的一条路子。往前看，华为还摆出了一张3年路线图，2026年要出升腾950，并且用上自研的 HBM 内存，往后1年1代。2026年升腾芯片的产量目标要比2025年翻1倍。自研内存这一步尤其关键，意味着他在把过去被卡的环节一个一个补到自己手里。但比硬件更要紧的是软件。华为对标 CUDA 的那套软件平台叫 CANN， 你可以理解成国产版的 CUDA。而最有标志意义的进展是，国产顶级大模型 DeepSeek 在最新一代上把升腾当作训练和推理的主力平台做了深度适配。这是头一回有顶级国产大模型在国产芯片加国产软件站上完整跑通。但也得客观， CUDA 攒了10几年的算子库成熟度， CANN 还在追。所以总的看华为，长板是体量，是超节点这种系统工程，是从芯片到软件的国产可控。短板是单颗芯片的制程能效和还在追赶的生态成熟度。这是一个还在爬坡但爬得很有章法的对手。再说能在 A 股科创板上买到的3家，这里得纠正一个常见误会，这3家路线并不一样，别一概而论，说成都是国产 GPU。 先说寒武纪走的是 AI 专用路线，更接近前面讲的 ASIC 思路，用自研的 MLU 架构思源系列，专心做 AI 算力，不碰图形。它是国产 AI 芯片第一股，业绩也真兑现了。2026年1季度营收 28.85 亿，同比涨了快 1.6 倍，净利 10.13 亿，同比涨 1.85 倍，经营现金流由负转正。再看木西股份做的是通用 GPU， 也就是 GPGPU， 产品有西云、西思西采3条线，主攻 AI 加通用高性能计算。2025年底登陆科创板，市值一度摸到3000亿，但要客观看，它目前还在亏损，盈亏平衡最快也得到2026年。
最后是摩尔线程，三家里最全的一个，做的是全功能 GPU， 用 MUSA 统一架构，把 AI 计算、图形渲染都集成进一颗芯片，是国内少有的连消费级游戏显卡带数据中心 AI 卡一起做的厂商，被叫做国产 GPU 第一股，发行价114块多，募了近80亿。所以国产这块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，华为撑体量，上市新势力不弹性，业绩开始有了，技术也在往上走，但代差还在，波动极大，估值也不低。这是这一期里最有题材弹性，也最需要冷静对待的一块。具体怎么看，后面交易部分老李专门讲。讲完今天的格局，老李必须再往前看一步，因为下面几个问题直接决定了前面所有标的的长期逻辑。先看一个事实，这帮巨头堆算力的野心已经突破想象了。最典型的就是马斯克，他的 XAI 搞了个叫 Colossus 巨象的超级集群，目标直奔100万块 GPU 2吉瓦电力，放话5年内让自己的算力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。更狠的在后头，刚在纳斯达克上市，代码 SPCX 的 SpaceX 公布了把数据中心搬上太空的计划，第一代轨道数据中心卫星 AI-1 靠太阳能供电，目标2027年底太空算力做到1吉瓦，远期奔着10吉瓦、100吉瓦去，还要联合特斯拉自建芯片代工厂。这说明一件事，头部玩家已经把算力当成像石油、像电网一样的国家级战略资源在抢，算力的天花板远没到。不过一个更要命的问题摆上了桌，模型越堆越大，真的就越聪明吗？过去几年 AI 进步靠的是一条叫 Scaling Law 规模定律的经验规律，参数越多，数据越多，算力堆得越狠，模型就越强。简单粗暴，但一路灵验。可到了2026年，业界越来越担心，单靠把模型练得更大这条老路，边际效益在变弱，优质数据快喂完了，参数在翻倍，提升却没以前明显，这就是预训练撞墙的隐忧。于是 AI 主攻的方向正在换挡，从训练时把模型堆大，转向推理时让模型多想一会儿，就像人一样，先多推演几步，反复检查，再开口回答。这套新思路叫推理时计算。那么未来是训练的天下还是推理的天下？这是全场最关键的判断，答案越来越清晰。长期看，推理的盘子会远大于训练。一个模型训练就那么几次，可一旦训好，全世界每天1万次的调用它，这是永不停歇的。所以行业普遍预计2026年推理已经约占 AI 总算力的2/3，到2030年可能高达70%以上。这个判断直接改写投资逻辑，因为训练和推理要的芯片并不完全一样，训练最看重极致的通用性能，是英伟达顶级 GPU 的主场，而推理更在乎省电便宜快，这就给专才留出了大空间。推理这块，英伟达的 CUDA 护城河没有训练那么深，于是冒出一批专攻推理的新派芯片，比如 Groq 搞了种叫 LPU 的专用架构，跑推理快的惊人，还省电。再比如 Cerebras 干脆做出一整片晶圆那么大的芯片去冲推理速度。行业里有种说法，到2030年专用推理芯片可能吃下推理市场的4-5成。但老李也得泼盆冷水，别急着喊英伟达要被颠覆。就在2025年底，英伟达直接砸了200亿美元，把推理新兴 Groq 的核心技术揽入怀中，等于提前把推理时代的门票也买了一张。王者很清楚自己的软肋在哪，正在用超能力把缺口一个个补上。最后老李留一个更大胆也更烧脑的问题，今天所有这些算力的疯狂都立在一个底层前提上，现在的 AI 本质是用深度神经网络做概率预测，靠海量矩阵运算去拆下一个词，它要的是暴力计算，
是靠堆芯片、堆电力运算出来的，而这正是英伟达们的金饭碗。可你想，人脑做最复杂的思考，功率也就20瓦，一个灯泡的电。而今天的大模型回答你一个问题，背后是整机柜的芯片在轰鸣。这巨大的能耗鸿沟本身就在提示，暴力计算这条路未必是终点。学术界确实在摸别的方向，比如模仿大脑脉冲放电，主打极致省电的类脑计算。再比如把感知和逻辑推理缝到一起，让机器少算多想的神经符号，人工智能。但实话实说，这些方向眼下都还很早期，谁也给不出时间表。可一旦点破就分量很重，万一哪天真有一种范式级新技术成熟，能用很小的算力做到今天大模型的事，那对整个算力产业将是一场地震，堆芯片的逻辑会被釜底抽薪。不过那样的话， AI 就会变得又便宜又高效，应用会井喷，卖铲子的会失落，用 AI 的人就会狂欢。这是长期低概率，但一旦发生就高冲击的可能。所以老李的态度是主路照走，重仓当下，但心里给范式颠覆留一根弦。所以未来这条线，老李给你4句话定死：第一，算力还会疯狂往上堆，天花板远未到；第二，光靠堆大模型，边际效益在递减，目前重心正从训练转向推理；第三，推理时代会给专用芯片开新门，可英伟达也在用并购把门口堵上；第四，更长远看，要给范式颠覆留根弦，万一暴力计算被更聪明的新范式取代，这张牌桌可能被整个掀翻。讲完格局，咱们看盘面。先给最近被 AI 芯片股波动吓到的朋友提个醒，2026年算力核心是市场最强的主线之一，但估值已经在高位，而且波动是真的大。先看业绩，是真金白银在兑现。英伟达最新一季营收816亿美元，同比增 85%， 数据中心752亿，增 92%。 博通 AI 营收同比翻倍还多，在手订单堆到730亿。谷歌靠云和 TPU 算力自给自足，还能对外出租。国产这边寒武纪一季度净利涨了快2倍，基本面没问题。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，业绩在涨，可股价已经反映了很高的预期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剧烈回调，尤其木西摩尔县城这种国产次新股。一句话总结盘面，超级周期的大方向没变，业绩在兑现，但股价在高位弹性极大，波动极大。下面进入交易部分。进入交易之前，先郑重声明，以下内容仅为行业逻辑与思路分析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和交易指导。所有分析、复盘和价位都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与技术研究，不代表任何买卖信号。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，盈亏自负。请大家务必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，独立判断，独立决策。下面老李逐字过一遍，按他们在产业链里的角色来排。先把格局理清楚， GPU 主轴是英伟达和 AMD， 英伟达是绝对龙头定盘星， AMD 是唯一现实的正面挑战者，卖产人是博通和迈威尔，不管云厂自研怎么卷，定制芯片落地加上连接器件都得找他们，订单确定性最强。国产这块是寒武纪、木西、摩尔县城，弹性最大，波动也最大，绕不开的华为没上市，买不到。至于谷歌，它主营还是平台和软件应用，对算力更多是采购方，不是提供方，所以这一格不单独展开点位。最后再提醒3句，老李只做单只标的的技术分析，不给配置建议。以下价位都是技术分析的参考位，不是买卖点。至于怎么搭成组合是资产配置的另一个话题，留给各位自己把握。
下面逐支来看。咱们先看英伟达，代码 NVDA， 长线的上涨趋势依然明确，但当前股价处在高位震荡区，短期波动明显放大，有回调压力。估值上动态市盈率 32.26， 数字本身不算高，可它背后是对业绩持续高位增长的硬约束，压力不小。技术面看，短线正在一个宽通道里走，回调下行，短线和中长线的方向已经出现背离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我的建议明确且唯一，观望不操作，把交易模型切换到中线上来。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，本轮回调恰恰给出了左侧布局的窗口。第一支撑看 194.51 带，精确位置 194.513， 股价回落到194到195这个区间，可以分批入仓。若在此企稳获得支撑，可以加大仓位。再往下 164.079 是中线的多空分水岭，这个位置一旦有效跌破，必须止损离场，切勿犹豫。只要还站在164，上方重新获得支撑，仍然可以继续加仓。针对长线投资者，已经持有且趋势没有走坏的，继续持有，跟随趋势，可以在前高附近先获利了结1/3仓位。如果股价创出新高，就跟着新趋势走，一旦有效跌破新的上行趋势线，再清掉剩余仓位。还没有仓位的，不建议在高位直接进场，耐心等这轮高位回调走完。对 AI 算力这条主线来说，往往是充分回调之后，才真正浮现出以年为单位的布局机会。上行方向，第一目标位，看前期高点232到236一带。有效突破之后，第二目标不预设死价位，改为跟踪趋势，只要不有效跌破上行趋势线，就一路持有。记住一句话，点位是用来执行纪律的，不是用来预测涨跌的。再看 AMD， 和英伟达比， AMD 当前的走势要更强势一些，股价已经站上历史高位。强势归强势，高位的波动同样不会小，操作上更要讲究买点和纪律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不追高，等股价回调到 EMA 20均线附近，是相对舒服的入场位。短线止损红线设在 437.23， 一旦有效跌破，坚决离场。止盈第一看前高，再往上跟随趋势走。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，股价回调到均线或上升趋势线附近，都可以分批入仓。几个关键点位 437.23 393.36 附近，如果回踩获得支撑，再确认有效，可以加大仓位。中线的关键支撑，也就是多空分水岭，在310这道防线，一旦有效跌破，一定要止损，不要恋战。针对长线投资者，已经持有仓位的，可以放心持有，跟随趋势。如果有效跌破上升趋势线，先平掉一部分，落袋为安，等涨回前高再平掉一部分。若继续突破前高之后，又遇到大级别回调，可以全部平掉，把利润兑现。长线还有一道铁的防线 188.220， 这个位置不能跌破，一旦有效跌破，意味着大趋势转空，必须坚决止损离场。还没有仓位的耐心，等股价回调到均线或趋势线附近，再考虑入场。接着看博通代码 AVGO， 博通这轮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调，对想布局的资金来说，反而给出了相对从容的入场机会。它是定制 AI 芯片，也就是 ASIC 这条线的核心标的。下面我们分周期看点位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当前位置可以考虑入仓。短线止损设在 369.74， 有效跌破立刻离场。上行第一目标看494。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，当前可以先入一部分仓位。如果股价继续回踩到 369.74 附近获得支撑，
可以继续加仓。中线的关键支撑，也就是多空分水岭在 289.502， 只要不有效跌破这道防线，在它上方每一次获得支撑都是可以加仓的位置，一旦有效跌破必须止损。针对长线投资者，长线的关键支撑锚点看 136.774， 还没有仓位的可以围绕回调节奏分批入仓，已经持有的耐心持有，跟随趋势，到前期高点附近先平掉一半，落袋为安。如果有效突破前高，剩下的继续持有，跟随新趋势，直到有效跌破上升趋势线，再清掉全部仓位。迈威尔科技代码 MRVL， 它是 AI 互联和定制芯片的关键玩家，当前处在高位震荡，但整体偏看涨的格局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关键支撑看 195.12， 这道线一旦有效跌破，坚决止损。入场上，等股价回调到均线或244到250这个区间带回踩获得支撑，在确认有效之后，可以加大仓位，不必在高位硬追。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，中线的关键支撑位看 86.567， 回调过程中可以围绕这个位置分批低吸，控制好单批仓位。针对长线投资者，长线的核心支撑锚点看 61.325， 在这个位置没有被有效跌破之前，可以结合自身周期等大幅回调之后分批建仓，用时间换空间。接下来是 A 股的算力龙头股寒武纪，代码688256。作为国产 AI 芯片的代表，它的走势相当强劲，目前处在高位震荡阶段。这类强势题材股节奏上更适合高抛低吸来回做差价，而不是一把追进去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重点关注1158到1540这个价格区间带，围绕它高抛低吸，跌破要减仓，控制风险，回踩企稳，获得支撑可以低吸。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，中线看住 648.658 这个关键支撑，回调到 EMA 20 1158附近859附近获得有效支撑，可以分批建仓，有效跌破则要止损。针对长线投资者，长线看住348这个支撑锚点。A 股题材标的交易氛围更浓，波动远大于美股龙头，止损纪律的要求也更高。没有仓位的，耐心等大幅回调到位再分批，布局仓位和容错都要留足。再看木犀股份，代码688802，名字带个 U， 是尚未盈利的科创板次新股。整体走势处在宽幅震荡，重心向上的格局，是国产 AI GPU 里相对偏强的一支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这种宽幅震荡的走势最适合区间交易，高抛低吸，区间高位看850，低位看 633.99， 靠近低位回踩获得支撑可以低吸，逼近高位则逢高适当减仓，来回做差价，别在区间中间追。针对2周到2个月的中线交易者，止损线设在 479.01， 有效跌破必须离场。入场上，等股价回调到上升趋势线610到634这个区间带或者 EMA 20均线带，回踩获得支撑，在确认有效之后可以分批建仓。针对长线投资者，核心逻辑是看好国内 AI 大基建这条主线，可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批建仓。它是次新股，只要大趋势没有走坏，可以不机械的设应止损，但前提是把整体仓位和风险敞口管好，用仓位管理来替代止损。一句话，趋势没走坏之前，别跟趋势作对。最后看摩尔线程，代码688795，同样是名字带 U， 尚未盈利的科创板次新股。它在上市第5个交易日冲到 941.08 的高点之后，
整体就进入了一个宽通道的震荡下行。说句实话，相比寒武纪和木犀，它目前的走势明显偏弱。把上市初的高点 941.08 和后面的高点748连起来，就是这条一直压制它的下降趋势线。针对2周周期的短线交易者，核心就定一件事，股价能不能有效突破941和748连出来的这条下降趋势线，有效突破才可以谨慎看多回调买入。在突破之前不要在左侧印钞。针对短中线交易者，如果迟迟突破不了趋势线，那就耐心等股价回调到595到600这个区间带，获得支撑验证有效之后，短中线可以考虑买入。止损设在 503.06， 有效跌破坚决离场。上行第一目标看748，第二目标看回到前高 941.08。 针对长线投资者，重点关注 503.06 这个支撑位，大幅回调之后可以分批建仓，但必须做好一个心理准备，它的走势可能不如另外2只 AI GPU 标的。原因在基本面，摩尔现成布局全线 GPU 产品，包括消费者市场。这一块目前还不属于大国博弈的确定性主线，而是要直面英伟达和 AMD 的正面竞争。在可预见的3到5年里，还看不到业绩爆发的甜蜜点，所以压住摩尔线程需要更多耐心，需要长周期跟踪，关注它的技术突破和业绩增长。逐之过完，最后把4条核心风险刻进交易纪律。第一，估值高位风险，整个板块估值已经偏高，靠业绩超预期撑着，盲目追高风险极大。所以所有策略都强调回踩上车，绝不追高。第二，资本开支风险，这条赛道的命根子是云巨头的 AI 资本开支，只要微软、谷歌这些没停止投资，需求底座就还在。可一旦资本开支放缓，算力芯片需求会第一时间受冲击。第三，技术路线风险，通用 GPU 和专用 ASIC 的此消彼长本身就是变量，万一专用芯片大规模替代通用 GPU， 或者下一代架构大幅改变能效格局，现有龙头的身位都可能松动。第四，国产与次新波动风险， A 股科创板的国产标的题材氛围浓，再叠加次新筹码不稳，外资流动和汇率波动远大于美股龙头，仓位和止损纪律的要求都更高。记住，交易永远是风控第一，盈利第二，看懂风险，守住纪律，才能在这波算力行情里走得稳，走得远。好，这一期咱们把 AI 的算力核心讲透了。 GPU 是通用主力，英伟达靠 CUDA 护城河称王，还想当 AI 的水电煤。CPU 是大管家，随智能体和强化学习回暖。面对英伟达3条挑战线并起， AMD 正面硬刚，专用 ASIC 绕道突围，国产被地缘逼着自立，华为打头。而更要紧的是那条技术主线，算力还在疯狂堆，但重心正从训练转向推理，通用与专用的天平也在悄悄挪。3句话总结，短期看算力芯片能不能消化当前的高估值，中期看通用 GPU 与专用 ASIC 谁占上风，训练与推理的重心怎么挪，以及国产替代兑现到哪。长期看 AI 需求的底座稳不稳，算力还能往哪堆。记住一句话，当所有人都在抢着造 AI 大佬的时候，守着哭的收过路费的，给每一颗定制芯片卖铲子的，给所有算力工地基的，往往才是最稳赚那份确定性的人。下期想看什么？ AI 电力基建 CPU 光通信还是先进封装的深水区？评论区告诉我，觉得有用先点赞关注。老李财局穿透财局，照见趋势。感谢观看，点赞关注转发，我是老李，咱们下期再见。